最近墨尔本又封城了，所以说我入手了很多游戏啊，其中也包括了联机游戏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的当地的朋友们一起线上玩耍了。其中《王国重生》Kingdoms Reborn 这个游戏还不错，所以说本期影片我将结合我30多个小时的游玩时间来谈一下我的游玩体验。如果你在犹豫是否该入手这款游戏呢，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采薇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还有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呢，可以点一下订阅或者关注哦。王国重生这个游戏是一个传统的开放世界城市建造类游戏，你需要带领你的人民从小村落发展成为繁荣的王国，并且保证他们都很快乐。游戏我是在 Steam 上入手的，澳洲区是29刀，国区售价是68元整。游戏官方是没有中文版的，但是网上有汉化版，类似成这样。这个游戏其实是有一定游玩深度，还有游戏的随机度的，因为你所能建造的建筑，还有你的城市的属性，都是通过抽卡的形式出现的。这个随机的系统变相增加了轨迹路线，将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你的王国的发展。如果你是城市建造类游戏的爱好者的话呢，类似于传统城市的建造类游戏啊，一切都很直观明了。你需要从增长一部分人口开始，管理他们的需求，例如食物、舒适、住所和奢侈品。听起来很简单吧？好吧，跟着难度，你可能会发现平衡这些资源和需求越来越困难。同时，因为能建造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受到随机出来的卡牌、土地类型还有大小的限制。如果你无法平衡游戏中的这些元素，你的国家将迅速开始失去人口或者退化到较低的水平。在游戏的后期或者更高级的阶段，你将开始能够开发供应链，并从头到尾创造产品，而不是进口基础的材料或者是进口已经制造完成的商品。例如，你可以自己用木头制造家具，而不需要进口家具。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线啊，游戏始终都会有一些非常紧张，但造成的结果都会令人满意的元素。其中有几件事可以提高你的制造业和农业的效率或产量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个游戏还有点文明的影子，因为它有研究系统，还有科技升级树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你自己努力的目标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定制了每个游戏的体验，所以每次的建造都会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这款游戏玩起来非常的轻松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游戏。游戏中的这些细节都蛮有意思的，有时候 AI 看到你强大啊，还会给你金币表示友好。跟很多城市建造类游戏一样，当你的国家开始变得规模庞大时，你的压力都会变大。你作为城市的建造者，你将会开始与屏幕上移动的成千上万的东西做斗争。我个人认为游戏中有个功能使游戏非常有趣。如果你玩过橘子平台上的最新的模拟城市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多人模式啊。对的，这款游戏具有稳定的在线的多人游戏模式，与其他玩家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在多人模式下，玩家可以与其他人一同合作或者是竞争。我一般都是和我的朋友在同一个开放世界中一同努力。比如说我少了工具，让我的队友给我一点；比如说我的朋友少了木头，我也可以支援一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和你的朋友敌对，或者和地图上的任意的电脑玩家敌对，比如说占领他们，比如说抢他们的人口。是啊，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合作，或者与他们竞争，并尝试在多种胜利条件下获胜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只看到了征服和经济上的胜利，比如说积累了100万美元。目前游戏还是处于早鸟版本，还有无限的潜力。有一点意见提一下的就是，每当游戏里的时间到冬天的时候，因为画面特别的亮，很难看清楚地图上的东西，眼睛呢也会特别的不舒服。希望这个在正式发行的时候能够优化一下。总体来说不错吧，我是采薇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还有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，点个赞还有关注吧，下个视频见。